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2026横店寒冬群演月入仅2000，为何谭松韵敢消失大半年？谭松韵终于要回来了，休息了整整大半年，这位国民小花带着新剧《侯门有喜》再度出现在观众视野里。这部剧改编自网络作家伊丽莎的小说，讲述左相府庶女下元熙凤只嫁入轩远侯府，面对传闻中生旦人肉、克妻克妾的将军萧度，为保性命刻意疏远丈夫，却在侯府频发的怪事中发现阴谋真相。消息一出，期待值直接拉满。可让人琢磨的是，在娱乐圈趁热打铁挤成铁律的当下，谭松韵去年10月拍完《兰香如故》之后，整整大半年没进新组。别的演员恨不得一部接一部，生怕空档期掉了热度，他倒好，稳稳当当的挑剧本。这份定力不是谁都有的，关键是他不是没资本挑。备受期待的待播剧《兰香如故》是宅斗权谋剧，逍遥是他第一次碰仙侠题材，和侯明昊搭档演绎三世轮回。这几年谭松韵的路子走得特别清晰，什么类型都有，但每种类型只挑一个好本子，不急着堆数量，求的是每一步都踩在点儿上。在行业普遍焦虑、演员空窗期不断拉长的2026年，谭松韵为何能如此从容地慢下来？这份与娱乐圈快速迭代模式截然不同的精准选择，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职业智慧？位于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这个曾经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全球最大影视实景拍摄基地，如今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冷清。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横店真人短剧开机量较去年同期减少75%，剧组数量从日均70余组骤降至10余组。更令人触目的是，超过60%的横店演员在年后遭遇零收入，群演日薪低至80元，甚至还需要自担服装费用。演员工会统计显示，3月横店短剧演员就业率只有29%，而去年同期的数字是82%。这并非个别演员的休假期，而是一场席卷整个行业中下游的结构性失业。据统计，31%的从业者年收入不足6万元，中腰部演员拍摄数月到手仅3至8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收入甚至不及普通白领。在长剧领域，情况同样严峻。2026年第一季度，4大平台开机的长剧仅有28部，较2022年峰值缩水近50%。平台资金大量分流至短剧与 AI 内容，长剧投资变得异常谨慎，单剧演员总预算被压缩至500万以内。演员的档期表里，空白正在蔓延。一份演员杀青后空档天数统计表显示，不少人已经超过1年没有进组，有人甚至接近2年。其中不乏有代表作还在观众认知范围内的知名演员，但他们一旦停下来，也依旧会迅速滑出项目视野。这种待业焦虑在流量退潮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当市场萎缩与 AI 的降维打击同时袭来，曾经依靠堆量宝曝光维持热度的路径正在失效。数据显示，顶流女演员的单部剧最高片酬较鼎盛期下跌超75%。曾经报价8000万的一线男演员，如今主演片酬跌至2000万级，仅为巅峰期的30%。在这个人人争抢曝光、生怕被遗忘的时代，谭松韵的慢显得格外奢侈。但这份奢侈背后，藏着的可能是一种更高明的生存策略。3重资本构筑慢选择的自由空间。谭松韵能慢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重保障是国民度的情感基石，从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到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再到锦衣之下的袁今夏，
谭松韵用近10年的时间，积累了深厚的观众缘与角色亲和力。央视风云剧场曾连播3部由谭松韵主演的高分好剧《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向风而航。这种官方背书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国民度。这种国民度不是靠营销堆出来的，而是一部部作品里那个亲切、舒服、不端着也不做的表演风格攒出来的。30好几的年纪，演起高中生来毫无违和感。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少年气，转脸又能驾驭职场女强人、古装淑女、创业女老板、年代奋斗女性等截然不同的角色，戏路宽得吓人。近10年的时间里，谭松韵挑剧本的眼光始终在线，几乎没有踩过雷，一部部口碑与热度双丰收的作品，让他成了观众心中有他参演就稳了的品质保障。第二，重视演技的硬通货价值。在我的山与海中，谭松韵饰演的方婉之从大山里的姑娘到深圳闯荡的奋斗女性，展现了从青涩到成熟的完整成长弧光。这部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我和我的命》，由唐朝诡事录系列的郭靖宇担任监制和总编剧，百山执导。导演百山在采访中表示，谭松韵的表演是其接这部戏的重要原因。这种细腻自然的表演风格，让他赢得了导演与制作团队的信任。在《锦衣之下》中，谭松韵饰演的六扇门女捕快袁金夏，古灵精怪又热血正气，豆瓣评分7.5分，助她获得华鼎奖古装题材最佳女演员。以家人之名荣获2020新浪微博之夜微博年度热剧，助她获得白玉兰奖提名及多个奖项。第三，重视投资眼光与个人品牌管理。谭松韵创立个人工作室北京幸运文化传播后，手握以家人之名、向风而航等爆款剧的投资权。他的选剧逻辑很清晰，不追逐热点，专注于人物成长性与情感共鸣。从李尖尖到柠檬，再到如今的夏元熙，每个角色都有极强的观众共鸣点。这次选择的《侯门有喜》表面上是古装悬疑剧，但内核依然是人物关系的张力。左相府庶女夏元熙嫁入侯府，表面胆怯，实际聪明机警，与传闻中生淡人肉。客妻客妾的将军萧杜从疏远到靠近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更重要的是制作团队背书，《侯门有喜》由长信传媒拍摄，监制是郭靖宇，编剧小吉祥天，导演赵锦道，造型顾问陈敏正。这支团队用唐朝诡事录证明了自己做古装悬疑的能力，现在把同一套功力放到更女性向、更情感驱动的题材上，本身就是一个看点。在流量退潮的2026年，演员该追求量还是质？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尖锐。数据显示，进入2026年，随着政策监管收紧，观众审美迭代与市场逻辑重构，唯流量论彻底退潮。艺人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重构，竞争维度从单一数据比拼转向作品硬实力加口碑软实力的双硬核竞争。对比两种路径的利弊，堆量宝曝光模式能带来短期热度，但往往以牺牲作品质量为代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短剧产量约5万部，有专业人士预测，2026年该数据将达到500万部。这意味着1年时间，短剧供给量将膨胀100倍。但盛宴另有所属，在横店的公寓里，短剧演员们陷入集体焦虑，超过60%真人剧组悄然停工。求精速口碑模式则需要承担短期成本，但能构建长期护城河。谭松韵的模式恰好契合了这一趋势变化。它不是没资本挑，而是有资本挑。从以家人之名中灵动率真的李尖尖，到锦心似玉里聪慧坚韧的罗11娘，谭松韵总能用剧抛式演技让观众沉浸其中。
2026年的趋势推演显示，AI 技术应用、观众审美提升、市场降本增效等因素正在重塑行业生态。虚拟演员在漫剧百强榜中的占比1年内飙升至38%，中低层演员正面临被代码替代的生存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活人感成为 AI 时代演员的护城河。谭松韵的选剧共性越来越清晰，强情感内核、立体人物塑造、社会议题的轻巧包裹。他不追求宏大叙事，更看重那些能触动普通人的情感细节。我的山与海虽未掀起现象级热度，却凭借扎实的剧作与精湛的表演，稳坐央视收视冠军，收获官方与观众的口碑双重认证。谭松韵的选剧眼光背后，藏着一套关于职业智慧的思考，对自我认知的清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所以挑选的角色大多在自己能力的舒适区内，但又不断拓展这个舒适区的边界。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是青春期的迷茫，锦衣之下的缘，今夏是古装探案的灵动。请叫我总监的柠檬是职场女性的成长，我的山与海的方婉之是年代女性的坚韧。每个角色都不同，但每个角色都能看到谭松韵的影子。对市场的耐心，他不相信爆款可以复制，所以不愿意跟风。甜宠剧最火的时候，他没有扎堆；仙侠剧霸屏的时候，他只是谨慎的尝试；悬疑剧成主流的时候，他选择了有情感内核的侯门有喜。这种不追热点、以智取胜的策略，反而让他在长期积累中持续产出爆款。品质积累的长远价值，远超短期流量的虚幻繁荣。当流量泡沫逐渐破裂，那些靠数据支撑起来的热度很快会消散，而真正的好作品、好角色会留在观众心里。谭松韵用他的职业路径证明了一件事：在所有人都急着往前跑的时候，那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什么时候该加速的人，往往能走得更远。侯门有喜如果能保持剧本的紧凑度，延续制作团队一贯的高水准，加上谭松韵的国民缘和精准选剧眼光，大概率会火起来的。但这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谭松韵的慢选择对多数人而言是奢侈，因为他需要前期积累的资本，但其背后体现的精准与长期主义思维，则是所有从业者值得借鉴的智慧。在行业大洗牌中，演员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将回归到人本身其专业能力、审美眼光和战略定力。面对未来，是追求短线的快速曝光，还是投资长期的职业口碑？这不仅是选择，更关乎对职业本质的理解。在焦虑的时代，选择一种清醒的节奏，或许才是最长久的智慧。那么，你认为演员应该追求量还是质？为什么？